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通过观察身边不太会做饭的朋友发现呢，就是很多人他不会做饭，不是因为不会看菜谱，而是因为看完之后可能也不是很明白这个材料和调料应该怎么放。所以呢，今天主要的目的是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。今天会做的这个菜其实很家常很简单，它就是排骨豆角焖面。那这个菜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它里头有很多调料，这个放的顺序其实非常重要的。下面第一步是排骨汆个水，洗干净的豆角掰成段，切几片姜，起油锅，锅先预热再下油。排骨下锅前要充分沥干水分，这2步可以有效地防止粘锅。排骨在热油中翻炒产生美拉德反应是香味的重要来源，所以排骨要第一个下锅，耐心炒到表面出现焦黄色。第2个是姜片，生姜的香气成分有一些是油溶性的，同样也需要跟热油直接接触翻炒。接着下八角、花椒面也是同理。这2种香料的水分含量低，容易炒糊，所以要在姜片之后。稍微翻炒一下就下黄酒，黄酒属于水性食材，一下锅能立刻降低锅内的温度，防止糊锅，并且酒和排骨里的氨基酸产生酯化反应，增添香味。接下来加热水没过排骨，就可以转小火了。因为排骨要软烂一点才好吃嘛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炖煮20-30分钟。等肉质软到可以用叉子轻易地插进去时，下2大勺酱油。用生抽颜色会比较淡，传统酱油就会颜色深一些，2种都可以。因为酱油有咸味儿，所以之后再加盐可以更准确地控制咸味儿。同时加一点糖提鲜。盖回盖子继续炖，这时候可以下豆角了，但我会增加一个步骤，另起一个锅，用很少的油把豆角爆个香。豆角直接接触热油，可以去掉一些水分，再一次美拉德反应产生香味儿。接着是蒜蓉。蒜蓉的刺激性气味同样需要热油的炒过才会降低并转化为香味，不过这里因人而异。如果喜欢生蒜的味道浓郁的，可以最后再放蒜。爆香后的豆角蒜蓉一起放进排骨里。接着是蚝油。因为蚝油的鲜味在长时间的高温加热下会流失一部分，所以在烹饪进度过了一半的时候再加会更有效率。蚝油是最后一个有咸味的食材了，这时候可以尝一下，保证汤汁是微微过咸的，因为后面还会有面条的加入，稀释掉咸味。观察一下锅里汤汁的量，差不多半没过食材，多了就再烧一会儿，少了可以加点水。现在下面条，一定要选新鲜的面条，而不是干面哦。这样松松的铺在表面，想象一下，好像在抓空气刘海的感觉，让面条也充满空气感。盖上锅盖，中小火焖个8-10分钟。这一步就是点题的焖面了，其实就是利用汤汁产生水蒸气，而面条在排骨豆角的隔离下不直接接触汤水，因此能保持干爽口感。时间到了，开盖，把面条和汤汁拌匀。如果前面的火候都比较准确，那这时候汤底应该是汤汁很少的状态。盖回盖子，再焖个半分钟到1分钟。开盖，再观察一下锅底，汤汁应该是完全收干的，并且收汁的过程也是再一次的美拉德反应，所以会再一次的增添香味儿。而面条最好能有点粘在锅底的感觉，这样才会产生一些干干焦焦的部分，就像炒饭里的锅巴一样是精华。不过一定要密切注意火候，千万不要在最后时刻晚节不保。接着就是最后的食材，
香油和白胡椒。这2种都不耐高温，要避免长时间加热，所以加入拌拌匀就可以立刻关火了。这样整个流程做下来，就能很轻松地做出酱香浓郁、面条干爽有嚼劲、不糊不粘，还带一点点焦香肠的好吃的焖面。炖到软熟的豆角会有微微的甜味儿，而排骨也足够软烂，可以脱骨，又保留了一点弹牙的肉感。看完这个排骨豆角焖面的做法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例子？就它里头的每一个食材该什么时候放进去呢？其实单独拎出来都无关紧要，但是合并到一起就会对这道菜的味道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就想要做好这种很家常的菜呢，其实真的还需要蛮多注意的地方的。那大家有空在家试试看吧。YouTube 的观众们，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做什么菜，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这里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都会更新。咱们下周再见了，拜拜。